你是南方的对不对？嗯，你有没有北方的朋友？有啊，我有很多北方的朋友。那你们讲话的时候呢，会不会比如说他们会不会笑你，或者你会不会笑他们，还是说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情况？呃，还没有发生过这还没种情况。有发生过。对，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你情况，因为有意料的它会发生吗？应该没有。如果准确来说呢，可能会有，会有一两个词，大家会用不同的字去表述是有的。嗯真的就好像，一个，就好像，英国人说 tomato，美国人说 tomato 一样，这可能有一点点差别的时嗯，候。然后呢，美国人喜欢用vacation，可能英国人更喜欢用 holiday 这样的表述的话，那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不同。就好像吧，我刚到北京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啊，这条路堵得厉害，经常堵车。然后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用这个堵字呢？因为我们南方人是用个塞字，哎，这里塞车塞得很厉害。堵塞本身就是一个词，但是它用了不同的字去表达同一件事情。那你你说不会认为堵车就是交通没问题，没有人样发这样的奇迹的，只是他知道是用不同的字去表达同一个事情而已。你刚刚说南方人有哪一个？用塞、塞，堵塞，塞车，南方人会比较说这里塞车了，这里塞车，然后这堵车了。哎，我用嗯，哪个？我自己都不知道用哪个了。继续。对，后来近几年我从北京的朋友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说塞车了，我就很不习惯，说堵车，他说现在我们都说塞车了，那我觉得我好像所以我觉得即使是用不同的话吧，其实就好像英文里面用了，英文里面会有大量的外来语进去，然后包含了很多外来语是吧？然后呢，即使是现在吧，因为中国的人口流动也是很大，北京人会到南方，南方人也会到北方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将大量的互相用的日常用语都会包容进去，所以现在北京人也说塞车了，但是10年前是他们说堵车的。那啊，么就是说，即使是你认为是标准的语言，它也会随着人口的流动，还有文化的交流或者人员的流动，他们会大量的糅合了这些词或者句子进去。嗯，对对，以前广东人是不说忽悠的，说现在忽悠忽悠就是说去糊弄别人对吧？忽悠忽悠吧。那个是那个吗？忽悠的，应该是忽悠，忽悠是这个词，对你见过吗？啊，我好像听过，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。对啊，这是5年前我们广东基本上开始接受了忽悠这个词了，但是以前我们广是没有这个词的。忽悠就是一个忽悠就是说，骗吧，哎，你别忽悠我，来说你就别骗我了，你就别想用糊弄我了的意啊，思。你要是不跟我解释的话，我忽悠我像是狗在那里飘ghost 鬼在那里飘来飘去，忽悠来忽悠。哦，不是，哦，好，谢谢骗人的啊，好。对，以前北京人说，你别蒙我了，他们会用对啊，蒙字。那现在用什么？现在不用闷了吗？我都是用闷的。对，但是应该也用吧。不过现在，但是忽悠这个词是早几年的那啊，个网络用语，所以现在已经很流行了，所以也没有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南方的词或者一个北方的词。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人员的流动，特别是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比以前更加频繁了。嗯南北的更多的，就好像以前南方人不喜欢吃北方的食物一样，现在南北各方面的，无论是吃的食物，也跟我们说的语言一样，大家都很很乐意接受对方的这种习惯或者这些新的东西。好，那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你觉得一位新的学生需不需要和某个指定的地方的老师学习中文呢？这我觉得呢，这有一些
我遇到有些外国人，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心理的一些特别的，他们会特别介意我要特别学一种什么的口音，才觉得是正宗的中文。如果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呢，你没办法，你必须就好像说，我必须要跟英国的伦敦的牛津英文才叫英文。那你遇到这样的人，那你没办法，他觉得所有的英文都是一种不标准的英文，那他可能只能就选择这种口音了。为什么呢？对他的学习的信心有很大的障碍，他心里老觉得这不是他要的东西，所以他可能有心理阴影。但是如果你选择所有中国人，当然是他有能够说普通话的中国人，你跟他说学普通话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他的中文是不是一种标准的普通话，因为他都可以跟其他中国人沟通了，那就证明他跟你教你的普通话还是可以，你能够用得上跟其他中国人沟通。我觉得。所以你的意思呢，就是要看学生了。如果学生他自己的心理呢是一定要从哪位老师那里学的，那你觉得他应该去找那位老师，对不对？找那个地方。对。那如果他没有那样子的心理的那种想法的话，那就可以说哪里的老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本身如果他必须要学北京腔，必须要儿化音，因为你不说的话呢，他就心里老不舒服，他有一个他觉得这不是他想学的，这会很影响他的学习的质量的，这个心理的问题是吧？对，好，非常非常谢谢你哦。那今天今天就到这里，很喜欢。That's all for this video. I hope you liked this video.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, please leave them in the comments below.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. Bye.